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。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我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凄凄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。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。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。陪你等风停了，雾散了，雨住了，雪化了，再遇见绝美月光。还有我在你身旁。哎，少仙，阿姨，对不起，天族和异族终究没结果。有没有结果都是你说了算。那你说，你现在打算将我怎么办？当时是我太荒唐了。当初你说，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。你现在又说自己荒唐。司音少仙，你便成全我们吧。我跟李靖是情投意合，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才算有结果？始乱终弃是结果，还是拆散别人是结果？阿姨，你别叫我名字。是我负了你，阿英，是我负了你，我不配与你在一起，你去与墨渊双宿双飞吧。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？当初是你说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都要同我在一起。可现在呢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少仙，放开！
殿下，我们走吧。你真要随我去御剑？你要想清楚，我在异界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二皇子罢了。殿下，我背叛了司音，就等于背叛了昆仑虚，背叛了天族。我现在只有殿下一个人可以依靠了。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出关了。行了，下回别在酒窖里生火。若为师来的晚了，半个昆仑虚都给你烧了。徒儿错了。喝了这么多酒，哭出来才好。否则郁结进肺腑，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。师父，你为何这么早就出关了呢？你学仙法不专心就罢了，哭也如此3心而已。师父，我又不想哭了。好，那便不哭了。师父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？无妨，还不需要你将自己炖了给我做补汤。师父，你都听到了。一清二楚。那离镜的双眼，生得甚是明亮，可惜眼光却不佳。师父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只听说那长得与你颇像的女子，已随离镜回去了。他们走了？回异界去了。走了也好。
师傅，我们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了，说点有趣的事情吧。有趣的事情？师傅，既然你已经出关了，给我讲一讲东皇钟吧。东皇钟？你为何突然问起东皇钟？我只是偶然听说东皇钟在擎苍的手上，后来我翻阅了挺多的书，也没有查到所以然。典籍上记载，东皇钟是由师傅所造，是毁天灭地的神器，为何会在异界呢？当年与魔族大战，天族为了跟异族达成结盟，父神便将东皇钟交给了擎苍，以表诚意。所以师傅，这东皇钟真的能毁天灭地吗？不错，东皇钟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，一旦被击出，便会毁灭这四海八荒的一切生灵。唯一阻止它的方法，便是用一个强大的元神来生祭它，才能重新将它锁住。那生祭之后呢？生祭者魂飞魄散，东皇钟平息怒火，天下太平。所以，若擎苍叛变的话，那东皇钟就是大患。师傅，听说东皇钟还可以封印元神，是真的吗？不错，但能利用东皇钟来封印元神的，只有天族、凤族和九尾狐族。所以，能做到封印的，只有胡帝、折颜，还有天君，还有为师我。师父，灵宝天尊遣人送来帖子，说是要开法会，想请你去。弟子知道师父以往都是直接回了的，但这次毕竟是灵宝天尊，也是时候让石七见见世面了。师父，你真要去啊？你收拾收拾，后日就动身。是。石七，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，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，郁郁寡欢，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。你呀，都这么大了，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，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。知道了，师兄放心吧。唉，我们都知道，你是看到离境带走了玄女，才会如此的伤心，因为你心里有玄女。我心里有。不用多说了，师兄都懂。唉。二弟，别来无恙啊！夫君，二哥哥绝对不会私通天族，求夫君息怒。让开！个逆子，本君自知对不住你生母，为了一统一界，牺牲了她的性命。可你说，本君何曾亏待过你？任你花天酒地，流连凡间，烟花柳巷，我可曾管束过你？我有两子一女，对你却最为容忍。如今为了一个小仙，抛弃一界，何
和昆仑虚私通，你该不该杀？该杀。住口！我最恨你这番模样，和你的生母一般无二。离境甘愿受死，只求父君放过那个女人。此事与她并无关联。事到临头，还惦记什么女人？父君，你叫我什么？父君，我才是离境在昆仑虚带回来的女人，我才是他的心上人，绝非那个司音。求父君明鉴，不要枉杀无辜啊！你说什么？说清楚。离境是去过昆仑虚不错，但是却为了窥探虚实。父君应该知道，离境在大紫明宫时，就假意与司音交好，后莫约杀入大紫明宫救走司音后，离境也趁机跟了去。父君是看着离境长大的，他对异族有没有二心，父君难道不清楚吗？说下去。我在昆仑虚被殿下救了一命，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，心甘情愿跟随殿下陪他来谒见。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，也自然唤您一句父君。虽然殿下在昆仑虚一无所获，但是玄女既然跟了他，就应该替他尽了做儿子的孝道。玄女愿助父君攻破天族。谁给你如此胆量，竟敢说能帮我？父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青丘白玄的七妹。就凭这层身份，我在昆仑虚一直颇受各位上仙的福照。那又怎样？就天族与异族的大战，玄女曾听昆仑虚的人提起过。据玄女所知，昆仑虚藏有天兵阵法，用来抵制敌军。本君自然知道，当年与魔界大战，墨渊带着天兵摆下7749道阵法，威力巨大，也因此逼退了魔界。玄女有一计，可助父君拿到阵法。说。但玄女想让父君答应我2件事情。敢跟本君谈条件，不怕我把你身首异处？玄女不敢，玄女说的都是小事，只不过是想让父君放了我跟离境，再为玄女赐婚，将玄女明媒正娶入大紫明宫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离境啊，离境！想不到你和你的生母一样，可以让无数人为你们赴汤蹈火，只为尝半身策。父君这是答应了？当然，本君答应你。明日大婚，4匹麒麟兽把你接进大紫明宫，明媒正娶。我义界为你大贺9日。多谢父君成全。离境宫中美女如云，娶或不娶，本君不在意。你要记住，进入了我的大紫明宫，就是异界的人，切勿忘记你承诺我的阵法。玄女绝不会让父君失望。
二位殿下，慢走。请留步。墨渊上神，真未想到今日墨渊上神亲自而来。方才出关，恰巧小徒尚未来过上清境，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。司音上仙，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，今日又有缘相见了。墨渊上神，小徒司音，快见过天族的二殿下、三殿下。二殿下、三殿下，二殿下深受天君宠爱，前几日天君还想拜托折颜上神，为二殿下向青丘白浅提亲。啊！司音上仙为何如此惊讶？可是认识那个青丘白浅？不认识。小徒是折颜捡回来的小狐狸，送去我那里学艺，想必是听到恩人的名字，心里很高兴吧？高兴，我高兴。既然上仙与上神如此相熟，那你认为上神会为天君说下这门亲事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想，折颜上神也不是那么爱管闲事的人啊。父君交代，若墨渊上神真来了，还请上神去一趟大殿。异界叛乱在即，还需与上神共商军事大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上神身上的伤不轻啊，此番是强行出关吧？所以才来上清境，借天尊的温泉一用。我这眼天泉虽有灵气，却也不是万灵药。上神如此急于痊愈，是为了养护父神留下的金莲，还是为了异族？两者皆有。我前些天去了昆仑虚，已经察觉到金莲的气息。恭喜上神，快要大功告成了。我也察觉到了。殿下，阿英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。殿下，我是玄女啊。没错，你是玄女，你不是阿英。你不是阿英。今日若是他，断然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去加害自己的同族。他这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，我却为了你，辜负了他。殿下，
可我这都是为了殿下呀。玄女，你看清楚，你爱错人了。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，但不是你。阿英，对不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殿下，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说这些好吗？大婚。殿下，怎么，我的新婚夜，大哥也要守在外面？若不是你娶了一个好老婆，父君早就将你身首异处了，还留命让你洞房花烛。大哥，你错了。我们兄妹三个对父君可有大用处，他不会杀我们。把二皇子带下去，严加看守，不到出兵日，不得放出。是。去，把那个离境的女人给我拉出来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二皇子妃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手！天族墨渊，闯我大死明宫，抢我干儿子令宇，屠我异界兵将。本君身为异界之主，绝不能受此羞辱。尔等可愿追随本君，将这天下倒转，乾坤移位，把这天君老儿拉下九重天，让我一族一统天下。属下誓死追随。好，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虚，让天族看看我们异界起兵的决心。没想到17随师傅出这么久的门。师傅不说，17也知道，师傅是为了哄我开心。
算你还有些良心。师姐，为师有些倦了，咱们在此处小憩半个时辰，你看如何？好。纵然李靖真的负了我，千万年后我终有释然的一天。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。哎呀，让师傅跟着我忧心了，真是徒儿不孝。确实不孝。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，尚未痊愈，又早早出宫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。如今他心火焚身，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？还好，四哥跟哲言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若他们知道了，肯定会嘲笑我。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。四哥，你还有个四哥？不过四哥也说了，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。不知道师父到时候会不会带我出兵？跟着师父学了2万年，还没有带过兵呢，委实亏了。出兵？若我是墨渊，定不会让你以身。九师弟又要赢了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心不在焉啊？擎苍也有起兵叛变的动作，师父却迟迟未归。假如擎苍在这个时候起兵，那就是大麻烦了。唉，区区擎苍怎么会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对手呢？又何必如此紧张呢？我想大师兄担心的一定是，师父曾替17打过3道天雷，又提前出关，旧伤未愈，难以大战。此事切忌在17面前提起，否则他又要过度自责，借酒消愁了。哎，17说不准还在想着玄女呢。说到玄女，李靖带玄女回异界之后，大肆操办了婚礼，异族连贺9日，怕17听到了，又该要伤心了。17，各位师兄好，我已经把师父平安护送回来了。不错不错，走的时候啊，魂儿都没有了，回来啊，依旧是过去的17。这次跟师父出去，真是大开眼界了。我本来以为师父对那些佛法、道法的东西不感兴趣，没想到他老人家辩论起来真是滔滔不绝呢。每每有神仙前来的时候，均以师父大胜，实在令人唏嘘啊。大师叔，二师叔，那个玄女被人救到我们山门外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为何会如此？你不是和李靖完婚了吗？大师兄，千错万错，都是玄女的错。玄女不应该轻信李靖那个小人。大师兄，你快去告诉上神，异族已经起兵反叛了。
秦苍为表决心，令我离京选了个异族女子，将我用荆棘抽身扔回来，都只不过是想要羞辱墨渊上神。我先替你疗伤。这茶杯不错，可还有多的，赠我如何？好，明日让人送到你宫里。墨渊，你对此事如何看？我乃司战之身，若异界执意要战，那便战吧。至于战后，天君要如何让异界甘愿臣服于天宗，那就不干我事了。此事无需上神忧心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这莲雕的不堪入眼。你可有素胚？着彩上釉这等事情，我倒想自己来。我让徒弟去翻翻，或许有。师父，师父，秦苍已起兵叛乱，他将玄女打成重伤，丢到山门外，怕是以表与天族决裂的决心。天君、帝君，蝶峰先替他疗伤，告退了。看来比咱们猜想的要早，已经起兵了。异族有20万兵将，也请天君点兵20万，与我用上10日。那就仰仗上神了。大师兄，咱们昆仑虚没个女的，真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就当他是个男的吧。大师兄，快要出人命了，你还顾忌什么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二皇子妃，怎么可以打成这样？真下得去手。都要你死我活的大战了，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对了，今日天君和帝君来，只有你在大殿侍奉，可有听到什么？天君准备如何部署？看不出师傅有什么担心的，帝君也是悠闲得很。天君一直忧心忡忡地问师傅如何是好，可帝君一直向师傅讨要喝茶的慈悲。估摸着帝君和师傅都不太看得上这场战事吧。虽然我不太了解天君和帝君，但我知道师傅，他战前越是轻松，就说明这场仗越难打。阿姨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你！怎么去了一趟异界，学会跪着说话了？那你跪着吧。哎，要跪到底才显得诚心啊。阿姨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其实我心里是愧疚的，始终无法放下。是我欠你的，如今这一切也都是我自作自受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？你以为你深夜来这儿哭一哭，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？阿姨，你既不肯原谅我，为何又默许他们将我救回来？救你的人是大师兄，默许的人是师傅，与我有何干系？你自己说，你昔日的所作所为，当不当得狼心狗肺这4个字？思音，你不能对我如此绝情！你别过来！我若真是绝情，当日就该一刀砍了你。今天救你的人是大师兄，是因为他心肠好，
我告诉你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我奉劝你，他日你伤好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，免得哪天我多喝了2杯，找你讨个因果报应，谁都拦不住。你跪着吧。九师兄，没想到九师兄也有站墙角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。绝非偷听，我来是想通知你，准备跟师傅一起去天宫点兵。师傅要你我一同去吗？不错，我与你同师傅正面迎敌，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，防范于异族与天族的交界各处。你可有什么疑虑吗？绝无疑虑。你大弟子瞧不起我，死活都不肯娶我；你17弟子也瞧不起我，让我跪地羞辱我。没关系，这些都没关系。沐月，今夜我就要当着你的轩辕剑，拿走你昆仑虚的阵法图，让你们一败涂地。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是雨，何时还会春山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别人恩怨爱恨，两头那花的春。无声远，千尘。